如果您正在寻找适合50岁以上人群的最佳哑铃练习，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向您展示这些练习以及如何在家或健身房安全的进行。如果您不知道我是谁，我的名字是威尔哈罗，我是发拿姆 HT Physio 的50岁以上人群专科物理治疗师。今天我将为您介绍5个挂合50岁以上人群的最佳哑铃练习。现在哑铃练习是建立力量的绝佳方式，它们会帮助你增强肌肉和骨骼。我建议几乎所有50岁以上的人都有某种阻力训练计划。大多数人从器械开始，但随着你变得更强壮，哑铃肯定是更好的选择。而我喜欢哑铃的原因是因为有我们称之为自由重量的东西。这意味着它们没有固定在任何东西上，这就是说，当你移动它们不仅是主要的肌肉群在运作，稳定肌肉群也在参与，而机器上通常无法实现这一点。话虽如此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可以用哑铃做的最佳练习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，这仅仅是一般信息，不是为了治疗任何特定状况。在开始任何新的哑铃锻炼前，确保险做检查，如果感到疼痛就停止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使用哑铃的最佳练习。第一个叫做高脚背深蹲，这是一个极好的练习，可以增强臀肌、股四头肌以及背部和核心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选择一个哑铃，然后这说到是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重量，所以我打算用这个的全套器材只有12公斤，但这是一个展示练习的好重量。我们将这样用手握着它，你可以看到我只是握住哑铃的一边，把哑铃靠在胸前。我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演示这个练习。你要两脚与肩同宽，保持良好的姿势，然后向后坐下，就像要坐在椅子上一样。保持背部挺直，尽可能下降，然后像这样把自己抬上来。好，我再演示一次。你会像这样坐下，将臀部向外推，弯曲膝盖，尽量下蹲到你觉得可以的位置，然后再站起来。这样对我的背部是安全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的背部没有弯曲。当我下蹲时我的背是直的。以及弯曲的是我的髋部和膝盖。因此在这个练习中，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开始弯曲他们的背，然后他们往前倾成这样，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。所以我们要保持背部这样，像坐在椅子上一样，将臀部向外翘，然后下沉。现在你不需要像我这样下沉的那么低，如果你觉得只能做到这里，那也没关系。但我们要做的是紧紧带你到一个点你会感觉到腿部肌肉在工作，如果你能下蹲的更深，那就很好，你并继续下蹲，直到大腿和臀部感到酸痛。每次做这个动作时，你要尽量做至少3组。我建议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，这整套动作每周应该做大约3次。我为你准备的第2个哑铃练习叫做罗马尼亚硬拉，也简称为 RDL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臀肌的练习。你的推进及大腿后面的肌肉还有下背部，所以基本上是在锻炼我们刚刚做的练习的腿的相反侧的肌肉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拿2个哑铃，一开始用较轻的哑铃，因为这个动作的技巧很重要。所以我只拿4.5公斤，像这样每只手拿一个。你可能只想从1到2公斤开始。你要握住哑铃，在身体前面靠在大腿上。现在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姿势，膝盖要稍微弯曲，大约5到10度。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背部挺直，把臀部向后伸出去，同时让哑铃往下下降到一个大约到膝盖高度。现在你只需要做到你可以做到的范围，直到你开始感到退后肌有拉伸感。这样我可以感到退后肌有拉伸感，然后我们会把身体拉回上去，并在顶部挤压臀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全部做到地面。你要保持膝盖严格弯曲10度，然后伸出臀部。我感觉到哪里的拉伸。我又要回到上方。因此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背部弯曲。我们要保持背部挺直。你可以看到其实是我的髋部在动，而不是背部。我的背部保持直。我们只要感受到推进拉伸的地方。现在这之所以能锻炼推进，是因为我们向下的时候推进在背拉长。
当我们到这里并开始回来时，推进收缩，以将臀部拉回来。现在另一个显然在收缩的是你的臀部肌肉，还有你的下背部也在工作以稳定动作。现在你可以注意到我把哑铃紧紧靠在腿上，好像他们在前面滑下去一样。在我的腿前面，你就再次说明这个动作不需要很重的重量，我们只需要做大约10次重复。你会做3组，每组之间休息大约1分钟，1到2分钟是不错的。直到你开始感觉到腿后肩肌、臀部和背部的酸痛。如果这开始引发背痛或坐骨神经痛，就停止这个练习。但如果你正确的做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安全的运动，因此接下来适合50岁以上人群的哑铃运动是哑铃划船。我喜欢这个运动，因为它锻炼整个上半身的后部，锻炼你的背阔肌，锻炼肩胛骨之间的菱形肌，还会锻炼你的手臂以及你的握力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，适合手边有哑铃的人。你所需要的只是别的东西来支撑。另一只手放在上面。现在我来演示这个练习是怎么做的。我会把手放在这把椅子的靠背上，要锻炼那一侧的腿会往后推，向后。现在你要哑铃放在地上，我会蹲下去捡起哑铃。我的起始姿势是这样的：我把一部分重量放在我的手上，一部分重量放在前腿上，还有一部分重量放在后腿上。这样我就像个三脚架，保持得很平衡。现在你要保持颈部放松，动作是这样的，因此你要拉起将哑铃拉起，直到它到达你的身体，带动你的肘部向后，然后在放下的过程中，你要让手臂放松，所以是你的肩胛骨开始与另一个分开，这就是你的结束位置。所以向上收缩，然后放松完成，收缩放松，然后结束。再次，我保持背部挺直，我的脖子是放松的，唯一在动的是我的手臂和肩胛骨，而肩胛骨在动是因为背部肌肉的收缩拉动它，使我能够带动肘部向上。现在当我们做这个动作时，我们寻找的是一种工作时的酸痛感。再向我身体左侧的背部以及手臂的前面。所以二头肌也是如此。这就是我们如何完成一组动作。现在还变做另一侧，那么我们要做的是用相反的手，另一只推往前，这只往后，下来像这样抓住哑铃，保持良好的姿势，往上举，收缩，放松。再来一次，我的背部是直的，所以我没有给背部增加压力。这里唯一用力的是我的上背部，抬起。保持，然后放松。我喜欢顶部的小肌压，所以上1号，1、2，放下。这有助于你与正确的肌肉建立联系。在你做这个练习时，再次强调，我们希望每边做大约10次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次数范围，你可以做5次，也可以增加到15到20次。但10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并且每只手臂做3组，以获得最佳效果。下一个哑铃练习是做自肩推。我喜欢这个练习，因为它可以增强三角肌的力量，这是你在肩膀上可以看到的肌肉，还可以加强肩袖，这是小肌肉。肩关节内部的肌肉附着在关节上，它还增强三头肌的力量。三头肌位于手臂的背面，因此要进行这个锻炼，你需要2个哑铃。如果你以前从未做过这个，可能一开始不想选择台中的哑铃，然后你可以想这样把它们放在膝盖上。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2个哑铃都举起来。像这样，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相当困难的动作。如果你对此不太熟悉，最好有人帮助你把它们抬起来。我有时候在健身房做这个动作是会用推来帮忙往上顶，但我们想要达到这个位置，就是把哑铃放在这里。所以开始使用轻一点的哑铃，只有在感觉舒适的情况下才做这个练习。但一旦我们处于这个位置，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持脖子放松，保持良好的姿势，然后向上推。像这样在顶部合并哑铃，然后你可以非常慢的将这个动作反向带回到，把哑铃放下，紧紧碰到肩膀，但不要放在肩膀上，只是碰一下肩膀，然后我们再抬起来。
在顶部轰碰它们，然后慢慢向下。现在你可以看到，我不得不是用腹部肌肉来稳定背部和核心，因为我背后没有依靠。你可以使用一个长椅，像这样靠着它。但显然，如果你想推重一点的重量，这是好的。但如果你也想获得核心力量，那么在没有东西支撑的情况下，做这个锻炼也是相当好的。所以，根据你在健身房有什么机器和什么长等，你可以选择你做什么。但只是这样子有背部的锻炼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因此，你将进行该练习，可能会连续重复大约是4次。休息一下，做3组。中间休息1到2分钟，你会发现最后肩膀有些疲劳，这说明你已经开始提高那些部位的力量。今天我要给你展示的最后一个哑铃练习叫做侧平举，这对于想要肩膀更强壮以及加强肩袖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，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全方位肩部练习。想要维护肩不健康的人，因此这个动作你绝对不需要很重的哑铃，所以我会在这里使用4公斤的哑铃。如果你刚开始，你可能只想使用1公斤或0.5公斤的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，你要坐在椅子的边缘，把哑铃放在旁边，拇指朝前握住哑铃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保持良好的姿势，手臂伸直，然后将哑铃抬到两侧，直到肩膀高度，停留1秒钟。然后拉，然后慢慢放下来。再一次，我们向外侧伸展，停住。然后再慢慢返回。你应该能感觉到肩膀外侧的区域在用力，让手臂外展，就像这样。于是你伸出来，保持。然后放下来。和这个练习一样，我更喜欢提高次数，而不是做10次重复。所以你可能会做到12次、15次，也许20次重复。在结束时，你能感到肩外侧有很好的燃烧感。做完这组后，把哑铃放下，暂停1到2分钟，然后重复尝试达到相同的次数。在感到疲劳之前，可能无法做那么多次，但这表明呢正在努力达到疲劳点，因此你应该会有所改善。所以这些是一些适合50岁以上人群的最佳哑铃练习。我希望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。如果有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如果你想获取更多信息，你可以购买我的书，书名是《50岁后的繁荣》。你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在亚马逊找到它。书中有更多的练习技巧和策略帮助您在50岁之后保持健康。不管怎样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我感谢您的时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